Hello， 大家好，看到我身后的景色，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大概在哪儿。对，没错，这里呢就是北京的中轴线的东边，也就是故宫以东，北京市东城区。作为北京的核心地区，这里也孕育出了不少的著名美食。其中一个我从小吃到大的，也是粉丝们一直以来想让我测评分享的，就是北京烤鸭。说到北京烤鸭，我觉得大家第一印象就是便宜坊呀、全聚德，因为他们两个的历史最为悠久。但是现在呢，其实想吃北京烤鸭的地方非常多，例如利群呀、盛永兴啊等等等等。然而咱们今天要去的这家烤鸭店，它在传统烤鸭上又做了升级，分别有2.0版、3.0版和4.0版。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咱们一起去一探究竟。现在我身处的位置呢，就是大董的南新仓店，这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东四十条附近。我身后的这个就是南新仓，它是明清2个朝代储藏皇粮的皇家官仓，非常的有历史感。在北京要说年代感和最能代表北京特色的城区，我觉得非东城莫属。好啊，废话不多说，咱们直接进入正题，烤鸭。我们一看到菜单里呢有3种烤鸭，分别是这个50天左右的大董苏不腻烤鸭，也就是所谓的2.0版本。然后呢就是大董的苏不腻小雏鸭，之所以叫小雏鸭，是因为他们采用的是22天的小鸭子。然后就是3.0基础上的升级版香茅草烤大董22天苏不腻的小雏鸭，这个就是所谓的4.0。咱们呢先每个版本都点一只，然后尝尝这个3个版本到底有什么不同。接下来呢就是片鸭子环节，其实每家店呀片的方法在细节上都略有不同。像全聚德就讲究薄，每只烤鸭呢都能片出108片，而大董相对来说就片得更厚一些，口感呀也相对的更加饱满。鸭的表面精华部位片完之后，这个鸭架子一般店里也分3种吃法，直接抱着啃，或者浇盐再或者煲汤，具体怎么吃看你个人。好啊，这个3种鸭子也都片完上了。这个呢就是2.0版的、3.0版和4.0版。咱们先从2.0版开始品尝。首先呢，就是拿一张薄饼铺盘子上。其实呢，卷鸭子呀，它没有一种非得固定的说怎么卷是最正确的。这个呢，我吃了算是一辈子烤鸭了，然后我发现其实每个店里呢，它卷的方法都略有不同。像我呢，就喜欢用这甜面酱把这个饼给抹满了，然后1块鸭肉配1块鸭皮，然后上边呢放点葱。最开始我吃鸭子的时候，其实就是葱、甜面酱跟黄瓜条。近几年呢，我发现好多烤鸭店都推出了这个磨的特别细的这种蒜泥，然后我发现这个烤鸭上边搁了蒜泥，贼香无比。卷鸭子的话呢，我就用我的方法了啊，因为每个人卷都不一样，我喜欢先折一边，再折一边，这么一卷，然后就可以直接吃了。这个2.0的版本呢，说实话啊，可能是因为全卷一起了，虽然吃不出一点腻，但是感觉跟我吃的传统的烤鸭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它这个叫苏不腻嘛，单来1块鸭皮，蘸点糖，看跟普通的传统烤鸭有什么区别。确实感觉它这烤完之后脂肪含量更低了，然后单吃的话，这个鸭皮非常的酥，入口即化，一点也不腻。但是跟传统的烤鸭比，如果烤得好的话，没有太大的差距。接下来呢，就是这个3.0版本22天小雏鸭，还是一张薄饼，然后鸭肉配鸭皮，2根葱，蒜泥。感觉这个卷鸭子就像叠被子一样，卷成这种形状之后，一口闷就好了。3.0明显要比2.0更嫩，鸭皮更酥，这种感觉其实你要说明显吗？也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如果你同时去吃去对比的话，3.0从口感上还有味道上，还有吃起来都更好一些。有的人呢喜欢吃这个烤鸭的时候，把黄瓜条直接卷里。但是我觉得单吃用来解腻会更加的合适。接下来就是咱们最后的4.0，在这个3.0的基础上增加了这个香茅草的这个卤香，还是拿一张薄饼。其实我觉得一家的烤鸭做的好与次，鸭子是一方面，这饼也非常的关键。这个饼的薄厚，再加上它的这个吃进嘴里这个软嫩程度，如果做好了，真的不一样。最后就是这个香茅的小雏鸭4.0版。尝尝有什么区别。这个搁嘴里前一闻，
就能闻出来那种香茅那种卤香，就是喜欢吃东南亚菜系的小伙伴能明显的闻出来它这种东南亚风情的那种感觉。这个感觉没有必要蘸酱了。 因为它本身呢，这个香茅的卤香就非常的爽口，猛的一吃，感觉真的是在吃东南亚菜。这个算是把这个传统的北京烤鸭做了一个独特的创新。但你要说味道的话，我感觉我更喜欢中间的这个3.0版，因为这个完全颠覆了我一直以来吃烤鸭这种传统的感觉，就是吃一辈子普通的烤鸭了，突然来了一个香茅版的，反而会觉得有点奇奇怪怪的，不好接受。最后做个总结的话呢，就是你来北京不知道去哪玩，就来东城区逛逛；你要不知道吃什么，就尝尝北京烤鸭。虽然这期视频呢我是在大董吃的，但是说实话，北京烤鸭像便宜坊、全聚德、利群、盛永兴等等这些店都非常的有名，并且哪家店最好吃，完全因人而异。好啊，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关注哟，我们下期再见。